哒啦，看到没有 ？Sehr gut 伪学霸嘛，需要点面子。Hello， 大家好，我是婷子，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如果你想要入籍或者是拿永居的话，在德国你不可以逃脱的一个门槛，那就是德语 B1 考试。那我给大家说一下，其实我这个考试，我丢分丢的最多的是听力题，那其他很多题都是满分。说这句话是不是被欠扁？B1 的考试呢，它是一共是300分，那270到300分之间就是 sehr gut， 那往下面降30分就是 good， 那这个后面会跟你们详细的讲到。今天跟大家分享呢，主要会分为以下几个模块。那第一个模块呢，就是关于我个人的德语学习背景；第二个模块当然就是备考资料的分享；第三个模块呢，就是关于备考策略，这个可能你们是最感兴趣的；第四个模块呢，当然就是涉及到备考的时间和备考的费用。那总共就是这4个模块。第一个呢，我想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学德语的情况。那我在2016年开始来到德国，为了跟大头先生领证，我必须把A1 给考了，所以我来德国的时候，其实水平就是 A1， 就基本上局限于我叫什么名字，我多少岁，我结婚了没有，巴拉巴拉这种就特别初级的自我介绍。停顿了大概2年多，基本上没有学习德语，因为就是没有找到一个动力去学习，直到去年的时候就把拿永居定为其中一个目标。那你为了拿永居就必须去考这个 B1， 我的条件是不允许我出去固定时间的去上课，所以网课选择就变成了我的不二之选。当时我是花了120欧吧，好像左右，就包了1年的课程，把从 A1 到 B1 这个过程的涉及到的一些词汇量啊，还有就是语法啦，当然就它会有固定的课程，就非常短的，可能2分钟到5分钟不等吧。然后呢，你学完课程之后，它会有课后有一个配套的练习。那我整个这样学完之后，就学的差不多的时候，就开始把 B1 给报了。真正备考 B1 的时间，其实我大概可能用了2个月，就是提前2个月报名之后，然后就买了这本书。那接下来就自然而然到这个模块，就是备考资料的选择。我会给大家一个参考，就是我觉得推荐一定要买的就是这本书。它会介绍你整个考试的所有里面的题型，就是分成几个模块，把每一个模块的题型都给你分析到位。第一个模块是听力模块，那听力模块里面有3个题型，然后每个题型下面呢，它会给你一些 tips， 到底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步骤来做。它这里边呢有4套模拟测试题，然后再加上官网上面有1套模拟测试题，所以一共就是5套。那我是把这5套就是至少做了2遍吧，然后尤其是官网上的那一套，我是先做官网，然后再去把这4套一套一套这样做下来之后，最后考之前再去把官网上面做一套，打前和垫后都把那一套题做了一下。所以我也会非常建议大家就是模拟测试题真的不在于多，但是一定要找准高质量的，然后重复的去做。备考的资料还有除了这一份我觉得还可以值得买的其实不多，可能你买多了也不会有这个动力去把它全部做完，那还不如就是死啃这一本，我觉得就够了。对，这是我的建议啦。关于策略上面，我想要分为2个方向来说。第一就是你有很多时间，第二呢，那当然就是你没有很多时间。那在有很多时间的时候，就非常建议你们在 YouTube 上面，或者是就是任何的网络上面的资料，选择一个老师，就是选择高质量的一个老师或者课程，就是购买啊，或者是不间断的去把整个不管你是 A2 还是 B1 之间的这样一个模块性的过渡所涉及到的所有的词汇或者是语法，把它全部从头到尾学一遍，就把这个基础给搭牢。那如果你没有时间，就是说因为某些原因吧，你必须在今年或者明年上半年就要把那个 B1 的证书拿到手，那我会给你另外一套就是备考策略。先去看最后面到底它有哪几种题型，然后每一个题型有多少分。阅读这儿是有75分的，然后听力有75分，然后最后的口语有75分。如果你在没有时间的时候，那你就必须把你所有的精力就是比较投入到比较
高回报的一些题型当中，口语这个是我觉得不可能一蹴而就的，你必须把它分摊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去提高。然后听力是我觉得你可以去突击的，你只要去找到这些题目，就比如说刚刚说到这5套题，以及它会里面有一个那个听力的 section， 你把那些题目全部重复听到你就是烂熟于胸的时候，你一定就是会有一个一定的提高，而且你会对题型到底它会设置哪一些陷阱，你到底哪一些词长得就像关键词，你会有一个越来越清晰的认识。那吃力不讨好的备考的2套题型呢，就是这个完形填空。就这一套，它有30分，但它涉及到的其实是所有这个过程当中的那个语法知识。如果你的语法非常过硬的话，你有希望在这一个部分拿高分。大家对于写作有一定的就是那个恐惧心理，但我觉得你只需要把模板就是全部弄好，因为它其实题型是固定的。你把模板准备好之后，那就是换汤不换药，到时候遇到什么题型就遇到什么主题，把那个主题词给换了。然后基本上，如果你没有犯很低级的那个语法错误的话，它这样扣分扣的一点都不猛。所以你感觉一个就是德语很差，但是他把模板给弄好了的、准备好了的选手，跟你一个所有语法错误都没有，就是几乎完美的一篇写作，可能它的分值差不会到10分，但你在听力这边就不一样了，10分很快，就只有2个选择题，你只要稍微一留神，那2个关键词没有听到，你就10分就没有了。所以刚刚说到，就是这个完形填空和写作，它们的性价比不高，所以如果你精力不够的话，其实这2个可以稍微，放过一点点。尤其是这个完形填空，所有的语法涉及到，那你要去把它从10分提高到30分，它就比较难。就你再加的话，你应该拿个10分没什么问题。然后比如说20分就让掉的话，那也就是4道听力而已。所以我就非常非常建议，就是说多听，然后听力尽量不要错那么多。基本上就是听力那里多拿一点分，然后因为阅读嘛，阅读就是它是涉及到你一个长期以来的一个做阅读快速浏览抓取关键信息点的这样一个能力。我觉得从国内锤炼出来的孩子们做阅读的能力都不会太差。我个人建议是，你也给自己做一个剖析，尤其是你可以在做完2套模拟题之后就开始，这个部分我能拿多少分，然后你就会马上很直观的知道我哪一个部分是需要再去加强的，投入的时间的性价比是最高的，那你就去这么做。所以就说看着目标去分配你的精力，就是当你没有时间的时候，一定要去掐表做。就别人在翻的那个卷子的这个声音都会影响到你的集中度，你会觉得别人是不是做的那么快？然后，而且考试的现场它是不允许带钟表的，它什么东西都不允许你带，你基本上就只能带你的那个就是个人证件，只有那个东西可以，你连笔啊、橡皮擦等等所有东西别的都不可以带。让我想想，你可以带水。就是水跟个人证件可以带，别的都不可以带。因此说，你就没有办法很清楚的知道到底时间过了多少。一旦是你心里很慌的时候，就会非常影响到你那个判断能力。现场的考试发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此一定要掐表来做，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吧。另外呢，现在是处于就是疫情期间嘛，就比较特殊的是，从头到尾其实大家都要戴着那个口罩。然后你呼吸，如果你平时不适应戴口罩的话，一旦要戴个2到3个小时的口罩，然后又加上一点点紧张，你真的很容易就是喘不过气来。所以你觉得我这个建议不变态的话，我是认为在这段期间呢，你可以稍微让自己适应一下戴口罩来做题目的这样一个感觉，让你到现场的时候不会觉得完全陌生。我是没有提前这样做的，但是因为现场考的时候就有点紧张，真的是呼吸有点不畅。关于口语，我这儿要再说一下，就是其实你到了现场之后会有一段时间等待的，你可以提前去找到你的口语 partner， 就他是你会收到一个那个注册成功的信件，然后里边是分配好了你的那个口语 partner 是谁。你找到他之后，其实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准备，就是大概了解一下他的德语水平。那在下午考试的时候，你就会比较心里有底嘛，千万不要害羞在这个时候。另外就是有一些口语，就前面它其实是比如说有相互提问的一个环节，你们可以提前商量一下，就是你希望他提问哪一个。就假如说这个是可以去准备的话，你可以告诉他你的一些特点，就你哪个发音，比如说我们那个 horseman 可能我这个就发不出来，那你可以提前让他知道你有这个特点。在下午考试的时候呢，就
不会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很基础的发音的问题，然后让他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就会很尴尬。所以就是你能想到的点，需要提前跟他沟通的，你就提前跟他说一下，这是也给大家一个建议。关于每一个大的模块的备考，如果这个视频受到关注比较多的话，大家有这个需求，我可以再去做一些持续的更新。然后下面最后一个模块就是考试费用以及最后出成绩的时间。费用这个大概是，我记得 B1是155还是165欧，反正就上下吧。可能基于你的报考的这个成考组织不同，它会有一点点小浮动。然后它会对本身在这里面学过就是报课程的那些孩子们有大概10欧的一个优惠。那如果你没有在里报的话，那就可能没有这个优惠，不过也就10欧而已。然后 B2是175欧吧，反正就是稍微贵一点点。那考完 B1之后，到底多长时间会得到你的成绩呢？基本上是要4到5个星期才会出成绩，会寄到你的家里边的。OK，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B1考试就到这儿。如果大家有别的建议，想要跟别的同学们一起分享，或者是你已经刚考完 B1，凯旋而归的话，在下面告诉我们哦。OK。等 B2的成绩出来之后，我再去考虑要不要跟大家分享 B2的备考。但是 B1因为刚需比较强烈嘛，所以 B1我们先把它给做了。好，谢谢大家看我们这期的视频。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可以转发给你认为需要的小朋友们哦。OK， 好，就到这儿，拜拜。Heute schminken ich mich. Ich weiß nichts über Schminken. Ein paar Monate früher. Aber heute muss ich machen, weil ich 2 Videos machen möchte. Und ja, ich bin immer noch nicht sehr gut auf Schminken. Aber ich finde, ich so einfach viele Übungen machen. Man kann nie mal ein Meister zu sein ohne Übung, oder?既然你已经坚持看到了现在，那么就点个赞吧。如果你人非常好的话，不如就订阅我的频道吧。